我成绩年年在全年级前2，但高考却惨遭滑坡。我爸把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让给了他资助的贫困生。升学宴上，贫困生特意感谢我爸。要不是陈叔叔帮我疏通关系，我绝对进不了这所大学。嗨，举手之劳，大家吃菜吃菜。这句话像冰锥扎进我耳朵里，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没考好，愧疚到每天给父亲端茶倒水。直到在洗手间，我亲耳听见贫困生对他爸笑着说：“陈叔叔说了，我分数就差一点，调个包就行。好，反正他儿子好骗，以为自己真没考好。”我手脚冰凉，原来高考失利是假的。我日夜愧疚的耻辱，竟是最亲的人联手给我的骗局。回到包厢，当着众多宾客的面，我走到父亲身边，接过他手里的酒杯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也想说2句。恭喜贫困生顶替我的人生，走进本该属于我的大学。既然这么偏爱别人家的儿子，那就让他为你养老送终吧。包厢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妈放下酒杯，走过来。思杰，怎么了？喝饮料喝醉了？我没理他，盯着我爸。我刚才在洗手间，听见林成和他爸说话了。我爸的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。他们说，你帮他疏通关系，说你把我的录取短信删了，说我现在还以为自己没考好。林成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，啪嗒一声。你胡说什么？林成爸猛地站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陈主任，这孩子是不是受刺激了？怎么胡说八道呢？我没有胡说。我拿出手机，按下播放键，林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，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包厢里清晰的刺耳。怕什么？陈叔叔都处理干净了。再说了，他儿子自己蠢，分数够了都不知道差。他到现在还觉得是自己没考好，天天给他爸端茶倒水赔罪呢。录音停了，所有人的表情像被打碎的镜子。我爸站起来，嘴唇在抖，他伸出手来抢我的手机。我后退一步，所以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到底考了多少分？你疯了！我妈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很大，骨头在疼。你在闹什么？有什么事回家说。回家说？回家让你继续骗我，让我继续觉得我是个废物。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所有人。陈思杰！我爸尖叫：“你把手机给我！”给你干什么？删掉。爸，我录音自动同步云端了，你删不掉。林成在哭，捂着脸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他妈那个瘸腿的女人站起来，扑通一声跪下了。陈主任，孩子小不懂事，胡说八道，您别当真，别当真。林成突然抬头，眼睛通红，指着我。他豁地站起来，椅子被带倒在地。是你自己没考好，你嫉妒我，你嫉妒我能上大学。你爸是教育主任，怎么了？教育主任的儿子就能污蔑人吗？我嫉妒你。我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你妈残疾？嫉妒你妹是傻子？还是嫉妒你爸跪在地上求我爸偷我的分数给你？林成爸冲过来，扬起手，那一巴掌没落在我脸上，我妈拦住了，但他反手给了我一巴掌，很响，我的脸偏向一边，火辣辣的疼，耳朵在鸣叫：“跟你爸道歉，现在立刻道歉！”我慢慢转回头看着他，我的母亲，小时候把我扛在肩膀上的母亲，说我儿子将来肯定上清华北大的母亲。我摸了摸脸，湿的，不知道是血还是眼泪。妈，你知道对不对？他不说话，我声音很轻。你知道他偷了我的分数，你知道他把我的人生给了别人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只是假装不知道。我是为你好。我爸突然崩溃，哭喊着：“林家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他妈腿瘸了，他妹是个傻子，他爸一身病，他要是上不了大学，他家就完了，那是活生生一条命。咱们家呢？咱们家缺什么？你复读1年怎么了？你就不能为爸爸牺牲一次吗？”牺牲这个词真好听。我点点头，所以我就该是那个祭品。我转身往外走。你给我回来！我没有回头，推开门，走廊的光很亮，我往前走，一直走，走出酒店。
街上很热闹，车来车往，霓虹灯闪烁。我站在路边，抬头看天，天是黑的，没有星星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，我挂断。又响，是我爸，我关机。我在路边坐下，抱住膝盖，脸还在疼，但心里那块压了我2个月的大石头突然碎了，碎成粉末，扎进5脏6腑。每一个碎片都在说：你没有考砸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是你爸把你卖了，卖了你的分数，卖了你的未来，卖了你的尊严，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别人的感恩戴德，换来了道德模范的锦旗，换来了今晚这桌龙虾鲍鱼。我笑出声，笑得眼泪都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我一直活在一个骗局里。我愧疚，我自责。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跟我爸说：爸，对不起。我抢着洗碗拖地，我把自己攒的零花钱给他买护手霜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废物，我让他丢人了。而他在接受我的道歉时在想什么？在想怎么把谎言编得更圆，在想怎么安抚林成家，在想下次接受采访该说什么台词。我站起来擦干眼泪，风很冷，但我心里有一把火烧起来了。我没回家，在公园长椅上坐到后半夜，看老头老太太打太极，看清洁工扫落叶，看天一点点亮起来。手机开机，37个未接来电，50多条微信。我爸，思杰你在哪？快回来，爸跟你解释。我妈接电话，我爸，爸爸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林家已经答应补偿了，他们愿意出钱让你复读最好的补习班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爸爸吗？爸爸这么多年容易吗？最后一条，2个小时前你再不回来我就报警了。我站起来，腿坐麻了，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到家是早上7点，我用钥匙开门，客厅里烟雾缭绕。我爸在抽烟，烟灰缸满了。我妈坐在沙发上，眼睛肿得像核桃。回来了，坐。我坐下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知道真相，全部。真相就是林成那个名额是我给他的，你的分数够，但他的分数也差的不多。我找了人，把你俩的名字换了。为什么？我刚才在微信里没说清楚吗？他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他们去年打工摔断了腿，没钱治，现在走路一瘸一拐。他妹脑瘫，每天要吃药，1个月好几千。他爸在菜市场捡烂菜叶过日子。你呢？你缺什么？你妈是公务员，我是教育主任，咱们家缺那点学费吗？你复读1年，爸妈能给你请最好的老师，你能考更好的学校。但你让林家怎么办？让林成怎么办？他才18岁，不上大学他就完了。他完了，所以我就该完。你怎么完了？你就是晚1年上学，1年而已，你是要逼死他吗？是我在逼他，还是你在逼我？爸，你看着他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个人；你看着我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什么？是你的儿子，还是一个可以随便送人的东西？我不是送，是借，林家答应还的。他们写了欠条，等林成毕业工作了，连本带利还给你。还什么？还钱？爸，他偷走的是我的人生，用钱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，名字是林成的，档案是林成的，全校、全省、全国的系统里，考上那个大学的人就是林成。你闹有什么用？除了把你爸的工作闹没，把咱们这个家闹散，你能得到什么？得到一个公道。公道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是公道？你爸是教育主任，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帮人，是大义。你非要捅出去，你爸丢工作，我受影响。
咱们家房贷怎么办？车贷怎么办？你爷爷奶奶的养老怎么办？你非得把这个家毁了，你才高兴是不是？是我在毁这个家，还是你们在毁我？我们毁你，陈思杰，我生你养你18年，就换来你一句毁你。是，这件事爸爸做的不对，但爸爸是没办法。林成他爸跪在我面前，头都磕破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是教育主任，我能看着一个孩子的前程毁了吗？你能，我不能。所以你就毁了你儿子的前程。我没有毁，我说了，你只是晚1年。晚了就是晚了，那一年的同学、老师、机会，全都不一样了。那一年的我，每天在愧疚里活着，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是垃圾，是你们的耻辱。那一年的每一天，都是你偷给我的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只是晚1年。我爸不说话了，只是哭。我妈又点了一支烟，狠狠吸了一口。思杰，妈知道你委屈，但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得想解决办法。你闹出去，对你没好处。你爸工作没了，咱家收入少一大半，你复读的钱，将来上学的钱怎么办？林成家答应给补偿20万，20万够你4年学费、生活费了。咱们各退一步，行不行20万，我的分数，我的大学，我的人生值20万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非要鱼死网破，是不是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他把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，我想让我的名字回到该在的地方，我想让偷东西的人付出代价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，陈思杰！那是犯法的。你爸我要是坐了牢，你这辈子就毁了。我现在已经毁了。我转身往房间走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没停。陈思杰，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我停在房间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爸，从昨天开始我就没爸了。我关上门反锁，门外传来砸东西的声音，我爸的哭声，我妈的骂声。我靠着门慢慢滑坐在地上，地板很凉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林成发来的微信。思杰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陈叔叔是为了帮我，他是好人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别怪陈叔叔。那20万我们家会慢慢还的，我可以打欠条，我毕业后一定还你。求你别闹了，好不好？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。林成，你知道我现在最恨的是什么吗？我最恨的不是你偷了我的分数，我最恨的是昨天在包厢里，你看着我跟你爸一起，给我爸敬酒，说谢谢陈叔叔。你看着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，接受所有人的同情和安慰。你看着我愧疚，看着我道歉，看着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那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真可怜？是不是觉得我真蠢？是不是觉得你赢了？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，对方正在输入了很久，最后发来一句对不起。我笑了，把手机扔到床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要的不是对不起，我要的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走出房间时，家里没人，餐桌上放着豆浆油条，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：思杰，爸爸去上班了，饭在桌上，记得吃。字迹工整，语气平常，好像昨晚的争吵只是一场梦。我坐下，慢慢吃完了油条，豆浆是甜的，放了2勺糖，我以前最喜欢这么喝。吃完，我开始行动。第一步，找证据。我爸是教育主任，但我不信他能做得天衣无缝。我去了他的书房，书桌收拾得很整齐，电脑开着，但需要密码。我试了他的生日，我的生日，我妈的生日，
都不对。我打开抽屉，里面是一些文件和荣誉证书。我翻过去继续找，在底层抽屉的最里面，我发现了一个档案袋。打开，里面是几份文件，一份是林成家的低保户证明，一份是残疾证复印件，还有一份是手写的感谢信，字迹歪歪扭扭，谢谢陈主任救了我们一家。最下面是一张草稿纸，上面是手写的流程，字迹是我爸的，写着替换我和林成学籍考分的信息证据，从调出我的档案到替换为林成信息，每一个步骤后面都打了个勾，除了最后一步安排复读学校还是空白。我拿着那张纸，手在抖，他连草稿都留着，是忘了扔还是觉得没必要扔？是觉得我永远发现不了，还是觉得就算我发现了也闹不出什么水花？我拍照上传云端，然后继续翻，在书架最上层我找到了一本旧相册，翻开里面是我的照片，百天照、周岁照，第一次上学，第一次戴红领巾。我爸在旁边写字，思杰今天上小学了，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善良、正直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善良、正直，我合上相册。起来了，吃饭没？吃了。哦，我买了排骨，晚上给你炖汤。你最近瘦了。我靠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忙碌的背影。爸。你为什么当老师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怎么突然问？你教我的第一课是诚实。陈思杰，我们能不能不要谈这个了？为什么不能谈？因为谈不出结果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这件事是爸爸不对，但爸爸没办法。你非要揪着不放吗？你非要逼死你爸吗？是你在逼我。我说你逼我接受一个谎言，逼我感恩你的大义，逼我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。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他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，让我去自首，让我坐牢，让所有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爸是个罪犯，这样你就高兴了？我想让你承认你错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他哭了，爸爸错了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给你跪下好不好？他真的往下跪。我拉住他，别跪。我说跪了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，像是绝望又像是恨。陈思杰，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爸爸不爱你？我没说话。我爱你。他声音发颤，但爱不是只有一种方式。爸爸是教育主任，爸爸要对得起这个身份。林成那样的孩子，如果我不帮他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帮他是救了一个家。你是我儿子，你能理解爸爸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慢慢说，你爱的不是我，是你教育主任这个身份。你需要一个儿子来证明你教子有方，你需要一个牺牲品来证明你大公无私。我就是你最好的祭品。你胡说。我没有胡说。我盯着他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想过我怎么办？他不说话了。有还是没有？有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会理解我的。我不会。我说永远不会。那天晚上我妈回来的很晚，身上有酒气，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。今天林成爸又来找我了。我没说话。他给我看了他女儿的诊断书，脑瘫，终身残疾。他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但他儿子不能这样。他说如果林成上不了大学，他就从楼上跳下去。所以呢，我问，所以我妈看着我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？放过他们。我重复，谁放过我？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？他突然吼起来，那是一家人，活生生的一家人。那我呢？我站起来，我不是活生生的人吗？我的命不是命吗？我的未来不是未来吗？你的未来好着呢。他也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。你爸是教育主任，你妈是公务员，咱们家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你复读1年能怎么样？你能死吗？林家那小子要是上不了大学，他真的能死。你明不明白？我明白。我点头。我太明白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林成的命是命，我的命不是。他的人生是人生，我的人生可以随便送人。你，妈，我打断他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不会罢休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拿回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拿不回来了。他拍桌子，名字已经改了，档案已经调了，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林成，你拿什么拿？那我就去告。告谁？告你爸。告到教育局，告到法院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爸是个罪犯，让你爸坐牢，让你妈失业，让咱们家散了，你就高兴了？是，我说我高兴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他说，陈思杰，你真让我失望。我笑了。妈，我说你也让我失望。
我回了房间，锁上门，门外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我爸的哭声，我妈的骂声。我戴上耳机，打开手机，开始查资料。高考顶替，怎么举报，需要什么证据，流程是什么？我查了很久，直到凌晨。然后我发了一条短信，给那个草稿纸上写的招生办王老师。王老师您好，我是陈思杰，陈主任的儿子。关于我的录取问题，我想跟您约个时间面谈。如果您不方便，我可以直接去教育厅纪检组反映。短信发出去，石沉大海。但我不急。3天后，林成约我见面，我们谈谈。他在电话里说，就我们2个，地点在学校附近的奶茶店。他先到的，点了一杯珍珠奶茶，给我点了一杯柠檬水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甜的，他把柠檬水推过来。以前听陈叔叔说过，我没动。思杰，他看着我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哭过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的主意，是陈叔叔主动找我的。他说我的分数差一点，但你的分数高，可以操作。他说他不能看着我的人生毁了。我没说话。我一开始拒绝了，他继续说真的。我说这是思杰的前程，我不能要。但陈叔叔说你不一样，你是他儿子，他有办法让你复读，让你上更好的学校。他说你是他儿子，你能理解他，所以你就答应了。他低头搅着奶茶里的珍珠。我爸跪下来求我，他说儿子，这是咱们家唯一的机会。我妹的医药费，我妈的腿，我爸的病，我没办法，思杰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所以你就偷了我的东西，是借。他猛地抬头，陈叔叔说了，是借。等我毕业了，工作了，我会还你的。你要钱，要工作，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可以打欠条，可以签协议，我可以把我一辈子赔给你。你拿什么赔？我问。你的未来是我给的，你的人生是我让的，你的一切都是偷我的，你拿什么赔？他哭了，眼泪掉进奶茶里。我知道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。但思杰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是闹大了，陈叔叔怎么办？他的工作，他的名声，他一辈子就毁了。关我什么事？他是你爸。从他偷我分数那天起，就不是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从哀求慢慢变成一种冰冷的东西。陈思杰，他说，你真的要这么绝？绝的是你们。好。他点头，擦了擦眼泪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就算你闹，你也赢不了。录取通知书是我的，学籍是我的，档案也是我的。你去告，告到哪儿都没用。而且陈叔叔说了，如果你非要闹，他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你妈也说了，他不会认你。你想清楚，为了一个名额众叛亲离，值不值？我笑了。林成，我说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一个小偷，偷了东西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主人，你告我啊，告了也没用，因为东西已经在我手里了。他脸色白了。我不是小偷，你是我站起来，而且你很快就会知道，偷来的东西迟早要还的。我走出奶茶店，阳光刺眼，手机震动，是王老师回短信了。陈同学，这件事可能有误会，方便的话，明天下午3点，教育局对面咖啡厅见一面。咖啡厅很安静，角落的卡座里，我见到了王老师。他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，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面前放着一杯美式咖啡，没动。陈同学是吧？他推了推眼镜，坐。我坐下。你爸爸把事情都跟我说了，他开门见山，年轻人不要冲动，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我们可以协商解决。他压低声音，林城那个名额确实是你爸爸操作的，但现在已经木已成舟，改不回来了。不过我们可以给你补偿。什么补偿？复读的费用我们出。明年高考，如果你分数够，我们可以优先录取，专业任你选。如果分数不够呢？他顿了一下，我们会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再偷一个人的分数给我。他脸色变了。陈同学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这是资源优化配置。林城家里困难，需要这个机会。你们家条件好，晚1年也没什么。这是双赢。双赢？我笑了。我赢在哪里？你赢在他身体前倾，声音更低。你得到了一个承诺，明年无论你考多少分，我们都能让你上这所大学。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今年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写我的名字。不可能。他摇头，系统已经录入了，改不了。除非你愿意等4年，等林城毕业了，我们把他的学历撤销，再给你补发。但那样你就白白浪费4年时间。所以你们连后路都想好了。我们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我重复。所以偷我的分数，改我的档案，删我的录取短信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愧疚2个月，然后告诉我这是为了我好。陈同学，王老师，我打断他，您有孩子吗？他一愣。如果您孩子的高考分数被人偷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会接受资源优化配置吗？会接受明年优先录取吗？会接受为了你好吗？他不说话，您不会，我替他回答，您会拼命，因为那是您孩子的命。所以我站起来，我也要拼命，因为这是我的命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让该坐牢的人坐牢，想让该退学的人退学，想让我的名字回到他该在的地方。你做不到。他摇头，你没有证据。我有。你有什么？草稿纸。那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你爸操作了，能证明我参与了。陈同学，我提醒你，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那就法庭上见。我转身要走。等等，他叫住我，陈思杰，我劝你再想想。你爸是教育主任，他要是进去了，你这辈子就背上案底了。你妈的工作也会受影响，你们家就完了，早就完了。我说，从他偷我分数那天起就完了。我走出咖啡厅，阳光很好，街上人来人往。我走到门口，看着那栋大楼，我爸在里面上班，在某个办公室里，也许正在批文件，也许正在接电话，也许正在跟同事说，我儿子啊，复读呢，明年再战。我站了很久，然后我转身去了最近的打印店，把手机里的录音、草稿纸的照片、王老师的短信、林成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打印出来，厚厚一沓。我抱着那沓纸去了邮局，寄给省教育厅纪检组，寄给教育部，寄给省纪委，寄给所有我能想到的部门。挂号信有回执。办完这一切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回到家，家里没人。餐桌上有一张纸条：思杰，爸爸去林家了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冰箱里有菜，你自己热热吃。我没动，回了房间。晚上10点，我爸回来了，他直接推开我的门，脸色铁青。你今天去见王老师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说我要告你们。你！他冲过来，抢过我手里的手机，砸在地上，手机屏幕碎了。我让你告，我让你告。他歇斯底里，翻我的抽屉，翻我的书包，翻出那沓打印件的副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拿着那沓纸，手在抖。证据，证据。他笑了，笑得狰狞。我让你证据。他打开打火机，点燃了那沓纸，火苗蹿起来，映着他的脸，扭曲疯狂。烧啊烧啊！他把燃烧的纸扔进垃圾桶。我看你还拿什么告？纸烧完了，化成灰。他喘着气看着我，眼神得意又绝望。陈思杰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再闹，我就当没生过你。我没说话，蹲下来捡起地上的手机，屏幕碎了，但还能用。我点开云端备份，找到录音文件，播放。林成的声音从破碎的扬声器里传出来。怕什么？陈叔叔都处理干净了。他到现在还觉得是自己没考好。那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从始至终那就是我的。我爸的脸一点一点白下去。你，他指着我，手在抖。你什么时候？从庆功宴那天我就开始录了。我说自动同步云端，你删不掉。他瘫坐在地上。爸，我看着他，你输了。举报信寄出去1周后，风声开始紧了。我爸接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语气越来越焦躁。我妈开始失眠，烟抽得更凶。林成来过一次，眼睛肿得像个桃子，跪在我面前说求我撤诉，说他可以退学，可以把名额还给我，只要不告他。晚了，我说不晚不晚。他抓着我的腿，我现在就去学校说我自愿退学，让你上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啊。我说你现在就去开直播，对着全网说你是怎么偷了我的分数，怎么顶替我的名额，怎么在我面前演戏的。说完了我就撤诉。他松开了手，你非要逼死我，是你们在逼我。他走了，再也没来过。又过了1周，调查组来了。陈思杰同学是吧？领头的男人出示了证件，我们是省教育厅纪检组的，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我爸站在旁边，脸色惨白。就在这里说吗？我问。去你房间吧。我们进了房间，关上门。我爸想跟进来，被拦住了。抱歉，我们需要单独谈话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听见我爸的哭声。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。我把所有证据、录音、照片、聊天记录、草稿纸的灰烬全部给了他们。这些材料我们会核实。男人说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会严肃处理。怎么处理？撤销林成的入学资格，恢复你的学籍。相关人员依法依规处理。相关人员包括我爸吗？他顿了一下，点头。包括。他会坐牢吗？看情节严重程度。我没再问。他们走了之后，我爸冲进来，抓住我的肩膀。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实话。陈思杰，我是你爸。我知道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所以我给过你机会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让你说实话，让你去自首，让你把名额还给我，但你没有。你选了林成，选了你的名声，选了你的工作，选了当你的道德模范。
我选了你。他哭喊，我选了你。我让他把名额还给你，他答应了，他答应了。晚了，我说，从你烧掉证据那天起就晚了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眼眶通红，布满血丝。爸，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，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假装我还是那个每天给你端茶倒水，觉得自己是废物的儿子。我让你撤销举报。他一字一顿，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调查组说了，只要你不追究，这件事可以内部处理。你撤诉，我去跟林成家谈，让他们把名额还给你，行不行？你说行不行？内部处理，我笑了。爸，你知道内部处理是什么意思吗？意思是你写个检讨，降1级，过2年再升回来。林成继续上他的大学，我继续当我的傻子。所有人都体面，除了我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坐牢吗？他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，手指在抖。我告诉你，陈思杰，我要是坐牢了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考公务员不行，你进国企不行，你找好工作，人家一查你爸有案底，谁要你？你告诉我，谁要你？所以呢？所以你就该为了你的前途忍了这口气。我妈突然冲进来，眼泪横飞。你爸说的对，思杰，你想想你的将来。你爸是教育主任，他要是进去了，你的档案上就永远有个污点，你一辈子都洗不掉。我的污点，我站起来，是我有个偷别人分数的爸。啪！我妈又给了我一巴掌，这次比上次更响更狠。我的头偏向一边，嘴里有血腥味。你疯了！我妈尖叫，你真的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那是你爸，你亲爸。我知道。我慢慢转回头，擦了擦嘴角的血。就是因为是亲爸，我才更恨。如果是外人偷我的分数，我可以报警，可以告他，可以看着他坐牢，心安理得。但他是我爸，我连恨都要偷偷摸摸，因为所有人都会说，那是你爸啊，他养你18年了，你就不能原谅他一次吗？那你就原谅他一次。我妈抓住我的手，指甲掐进我的肉里，就一次。思杰，妈求你了，就这一次。你爸答应我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，他会补偿你的。他把房子过户给你，他把所有存款都给你，行不行？你说行不行？妈，我看着他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怕的是什么？他愣住了。我最怕的不是高考考砸，不是没脸见人，不是我爸偷了我的分数。我最怕的是有一天我有了孩子，我的孩子问我，爸，爷爷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该怎么回答？我该说他是个好人，他偷了我的分数给了别人，还是该说他是个坏人，但他是我爸？我妈不说话了，只是哭。我爸也不说话了，瘫在沙发上像一团烂泥。我转身回了房间，锁上门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手机震动，是林成发来的微信。陈思杰，我求你了，你撤诉好不好？我爸妈今天跪在教育局门口，跪了1天，求他们别查了。我妈的腿肿得跟馒头一样，我爸高血压犯了，送医院了。你要是还有点人性，你就撤诉。我盯着屏幕打字。林成，你爸妈跪在门口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2个月前我跪在我爸面前，哭着说，爸对不起，我没考好。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庆祝，在喝酒，在感谢陈叔叔救了你全家。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，对方正在输入了很久，最后发来一句，你就是个畜生。我笑了，把手机扔到一边。畜生，也许吧，但畜生至少不会偷别人的东西，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借。第2天早上我被砸门声吵醒，不是我家门，是小区大门。我走到阳台往下看，楼下聚集了一群人，举着横幅，横幅上写着，陈思杰，做人不能太绝情，还林成一个公道，撤销举报，还我家安宁。林成他妈那个瘸腿的女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她旁边站着林成他爸，头上缠着绷带，手里举着一个纸板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，陈主任是好人，救了我全家，求你们别查了。林成站在最前面，穿着一件白色 T 恤，上面用红笔写着，我要上学。小区里围了很多人，指指点点，有人拿着手机拍，有人小声议论，有人摇头叹气。我爸冲到我房间，脸色铁青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满意了吗？这就是你闹的结果。我闹的结果？我看着他，爸，这是你种下的因，结出的果，你少跟我说这些大道理。他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拽到阳台，你下去跟他们说你撤诉，你告诉他们这件事你不追究了。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他一拳打在我脸上，我摔在地上，鼻子流血了。我妈冲进来拉住他，你疯了，你打他有什么用？不打他有什么用？我爸挣脱我妈，又冲过来，一脚踢在我肚子上，我蜷缩在地上，疼得喘不上气。我告诉你，陈思杰，他喘着粗气，你今天要是不下去说清楚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
你已经……我捂着肚子慢慢爬起来，没有我了。楼下传来喇叭声，有人在喊：“陈思杰，出来，出来说清楚。”我擦了擦鼻血，走到阳台。楼下的人看到我骚动起来，就是他。林城指着楼上，就是他，他要毁了我。林城他妈哭得更厉害了，一边哭一边喊：“我儿子有什么错？他只是想上学，他只是想活命啊！你儿子想活命。”我声音不大，但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很远。我儿子就不想活命吗？楼下安静了一瞬，林城他爸举起纸板，声嘶力竭：“陈主任救了我们全家，他是好人，他儿子要毁了他。你们评评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儿子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爸？”我的声音在抖，但我控制不住。偷了儿子的分数给别人，还让儿子天天给他端茶倒水赔罪，这样的人是好人？楼下炸开了锅，有人开始骂我，也有人开始质疑，问我爸到底做了什么。林城站在人群中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。他突然冲进楼道，几分钟后，他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敲门砸门，用脚踹门。陈思杰，你出来，你出来说清楚。我妈去开门，林城冲进来，直接扑向我，抓住我的衣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他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。他真的跪下了，头撞在地上，砰砰响。求你了，撤诉吧，我不上学了，我退学，我把名额还给你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求你了，别查了。林城，我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。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他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我。我最恨的不是你的对不起，不是你的眼泪，不是你的跪，我最恨的是你到现在还在演戏。你跪在这里求我撤诉，不是为了赎罪，是为了保全你自己。你怕查下去，你的学籍没了，你的前途没了，你的一切都没了。你从来没有真心觉得你错了。我错了。他喊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你错在哪里？他愣住了。你说你错在哪里？我不该偷你的分数。还有呢？还有我不该在你面前演戏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还有，你不该在庆功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感谢我爸帮你偷了我的分数。你不该看着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接受所有人的同情。你不该看着我愧疚，看着我道歉，看着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那时候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这个傻子真好骗，对不对？他不说话了，只是哭。林城，我站起来，你走吧。这件事已经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了，是我跟我爸之间的事。你只是他用来证明自己大公无私的道具。道具？林城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一瞬间的茫然，然后那种茫然变成了愤怒，变成了恨。你说道具？他站起来，擦干眼泪。陈思杰，你知不知道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林城，你别有心理负担，我儿子条件好，复读1年照样上好大学，但你不一样，你上不了大学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这是在救你全家。他说，我帮你不是为了回报，是因为我是个教育工作者，我不能看着一个好苗子被埋没。他说，你好好上学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别忘了帮助别人就行。林城说着说着又哭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相信他了，我真的觉得他是个好人，他是真心帮我，他让我觉得我不是小偷，我是被帮助的人，我是值得被帮助的人。可现在呢？现在你告诉我，我是道具，我他妈就是个道具。所以呢，我看着他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他擦了擦眼泪，眼神变得冰冷。你爸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他只是拿我当工具来证明他自己有多伟大。你恨我，行，我认了，但你更该恨的是你爸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。林城愣住了。那你还什么？还恨你？林城，你偷了我的分数，这是事实。你在我面前演戏，这也是事实。你跟我爸一起骗我，这还是事实。你可以是被利用的，但你也是小偷。这两件事不矛盾。林城不说话了，他站了很久，最后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来，没回头。我知道，我说，但对不起没用。门关上了，楼下的人群散了，横幅被收起来，纸板被踩碎，地上只剩下一地垃圾。那天下午，我爸接了一个电话，他在阳台上接的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见了。王老师，你听我说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我能怎么办？我儿子不肯撤诉。你别急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纪委要找我谈话？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挂了电话，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，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走过去，站在他身后。爸。他没回头。明天
纪委找你谈话，你会说实话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会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夕阳在他脸上镀了一层金色，他的皱纹很深，深的像是刀刻的。陈思杰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不是当上教育主任，不是评上先进，不是拿那些奖状，我最骄傲的是生了你。我没说话。你小时候特别聪明，3岁就会背唐诗，5岁就能算100以内的加减法。上学了，成绩一直是班里前几名，老师都说，陈主任，你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。我那时候觉得我这辈子值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苦笑了一下。然后你长大了，你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你不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我开始觉得你变了，你不再听话了，不再乖巧了，不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儿子了。所以你就去找了一个理想中的儿子。他愣了一下。林成，我说，他听话吗？他乖巧吗？他是不是对你言听计从，把你当恩人，当救世主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爸，你不是在帮林成，你是在找一个替代品，一个听话的、乖巧的、会对你感恩戴德的替代品。你偷了我的分数给他，不是因为可怜他，是因为你想让我知道你不稀罕我这个儿子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儿子，就能有什么样的儿子。你闭嘴！他挥手打过来，我抓住了他的手腕。爸，你打了我18年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反抗。他愣住了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，像是恐惧。爸，明天纪委找你谈话，我希望你说实话。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就完了。你不说实话也完了。调查组手里有证据，有录音，有草稿纸，有王老师的证词，你瞒不住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？因为我给了你机会。我说，从庆功宴那天开始到现在，我一直给你机会，让你自己去自首，让你自己去承认错误，让你自己去把名额还给我，但你一次都没有。你选了林成，选了你的名声，选了你的工作，选了你的道德模范，你从来没有选过我。我选了你。他哭喊，我选了你。我让林成把名额还给你，他答应了，但他没有还。我说，他跪在我面前求我撤诉，求我放过他，但他没有把录取通知书还给我，因为他还不了，名字已经改了，档案已经调了，系统已经录入了，他还不回来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去自首。我说，明天纪委找你谈话之前，你先去找他们，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，谁帮了你，谁参与了，谁收了钱，谁改了档案，全部说出来。你疯了？他摇头。你让我当叛徒，让我把所有人都供出来，那我还怎么在系统里混？我还怎么见人？你现在还能见人吗？他不说话了。爸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坦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配合调查，把所有人都交代清楚，也许还能从轻处罚。你要是硬扛，那就真的完了。你是在帮我？我是在帮我自己。我说，你是我爸，你的就是我的。你坐牢了，我的档案上也会有污点，所以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我自己。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，最后他笑了，笑得苦涩。陈思杰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说话的样子像我，像你，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冷，一样狠，一样理智。那不是冷，我说那是失望透顶。他点点头，转身走回客厅。我妈坐在沙发上一直在听。她站起来，看看我，看看我爸，嘴唇在抖。你们父子俩真的要把这个家毁了？妈，我说这个家不是我们毁的，是爸毁的。从他偷我分数那天起，这个家就毁了。你闭嘴！他冲过来又要打我，这次我爸拦住了他，别打了。他说的对。我妈愣住了。老陈，他说的对。我爸重复，是我毁了这家，是我。他走进书房，关上门。那天晚上书房里的灯亮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爸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刮了胡子，梳了头。他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走到我房间门口，敲了敲门。思杰，爸走了。我打开门看着他。你去哪？去找纪委。他说，你说的对，坦白从宽。我妈从厨房冲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老陈，你疯了，你真的要去自首？我没有疯。他说，我这辈子就今天最清醒。你不能去。我妈抓住他的胳膊，你去了就完了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名声，咱们家全完了，已经完了。他轻轻推开我妈的手，从我做那件事开始就完了，只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。老陈，别说了。他打断他，我去自首，也许还能从轻处理。我要是不去，等调查组查出来，那就真的没有回旋余地了。我妈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她靠在墙上慢慢滑下去，坐在地上捂着脸哭。我爸看了她一眼，
然后看着我，思杰，爸对不起你。我知道，爸知道说对不起没用，但爸还是想说，爸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，但最错的就是偷了你的分数。不是因为这件事做错了，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之后，还觉得自己是对的，觉得自己是在帮你，是在帮林家，是在帮所有人。我骗了自己18年，以为我是个好父亲，其实我不是。我没说话。你小时候我给你写的那些话，希望你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我写的时候是真心的，但后来我忘了什么是善良，什么是正直。我把大公无私挂在嘴边，却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。爸，我说你现在说这些没用。我知道没用。他点头，但我想让你知道，爸不是不爱你，爸只是不知道怎么爱你。他转身走了，门关上了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我妈坐在地上，哭得喘不上气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脸是干的，没有眼泪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想哭，还是哭不出来了。下午，我爸打电话回来，思杰，我在纪委。他们问什么，我都说了。谁帮了我，谁收了钱，谁改了档案，全说了。王老师也被叫来了，他一开始不承认，后来我把证据拿出来，他就全招了。还有招生办的刘科长，还有教育厅的李副处长，都牵扯进来了。这次可能要处理一批人。思杰，你恨爸吗？我想了很久，恨，但我更恨的是我自己。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信任你？为什么你删了录取短信我就信了？为什么你说我没考好我就信了？为什么你说复读1年也没关系我就信了？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会觉得我爸不会害我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我爸说，思杰，对不起。他挂了电话。我把手机放下，走到阳台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阳光很好。楼下有人在遛狗，有人在跑步，有人在带孩子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一切都变了。3天后，林成又来了。这次他没闹，没跪，没哭。他站在我家门口，表情平静的吓人。陈思杰，我能进去坐坐吗？我让开身，让他进来。他走进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四周。你家真大。他说，真漂亮。我没说话。我爸还在医院，高血压，医生说不能受刺激。我妈腿肿的走不了路，在家躺着。我妹没人照顾，送到亲戚家了。学校打电话来了，说让我去办退学手续。他们说我的学籍要被撤销了，因为调查组查实了，我的名额是顶替的。你知道吗？我在那个学校待了2个月，交了朋友，参加了社团，还选上了班干部。我以为那真的是我的大学，真的是我的人生，现在全没了。你高兴了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恨，又像是绝望。不高兴，我说。你不高兴？我不高兴，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。你失去的是偷来的，我失去的是本来属于我的。你只是回到原点，而我永远回不去了。你回不去？他笑了，笑得扭曲。你回不去什么？你复读1年，照样能上好大学。你爸是教育主任，你妈是公务员，你家有钱，有人有关系，你什么都缺。我有什么？我有什么？他站起来，眼睛通红。我家穷得叮当响，我妈残疾，我妹脑瘫，我爸一身病。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上个好大学，你还要把它抢回去？你还是人吗你？抢回去？我看着他，林成，那是我的，从来都是我的，你只是还给我而已。还给你，你说的轻巧。你知不知道我爸妈为了供我上学借了多少债？你知不知道我妈的腿是为了省钱不去医院才瘸的？你知不知道我妹的药费都是我打工赚的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你自己。所以呢，我问，因为你家穷，因为你妈残疾，因为你妹脑瘫，你就该偷我的东西，你就该让我来替你承担这一切。我没有偷，是你爸给我的。你爸偷的跟你偷的有区别吗？他愣住了。林成，你说你穷，你可怜，你没办法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偷了我的分数，我怎么办？我复读1年，我要承受多大的压力？我要面对多少人的嘲笑？我要忍受多少你没考好是因为你不行的闲话？你想过吗？你没有，你只想到你自己。你说你可怜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怜。我只是比你幸运，生在一个条件好的家庭，但我的幸运不是你可以偷我的理由。他不说话了，坐回沙发上，低着头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哭了。这次是真的哭了，没有声音，只有眼泪，一滴一滴掉在地板上。陈思杰，他说，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爸跪在我面前，说，儿子，这是咱家唯一的机会。我妈躺在床上说，儿子，你要争气。我妹什么都不懂，但她会抱着我说，哥哥，抱抱。
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理解，我说，但理解不代表原谅。我知道。他站起来，擦了擦眼泪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，我退学了，名额还给你。虽然已经晚了，但我还是想还给你。还有，这个给你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我。我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欠条，林成欠陈思杰20万，毕业后5年内还清。我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，然后我还给他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20万买不回我的分数，买不回我的大学，买不回我的2个月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记住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今天失去的一切不是因为别人害你，是因为你选择了偷，你选择了捷径，你选择了不劳而获，你选了就要承担后果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在抖。最后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他停下来，没回头。陈思杰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不想认识你。我也是。门关上了。林成走后第3天，我妈失踪了，不是那种离家出走的失踪，是带着家里所有存款、所有值钱东西的失踪。我爸从纪委回来，脸色惨白。你妈，她把家里的钱全取走了。多少？30多万，还有存折，还有房产证，还有你奶奶留给她的金镯子，全没了。我愣住了。她为什么？她留了张纸条，我爸把纸条递给我，上面写着：老陈，我走了，你为了你儿子毁了咱们家，我也要为了我自己活着。离婚协议我签了，放在抽屉里，你别找我，找也找不到。思杰，妈对不起你，但妈没办法。妈不想跟你爸一起背债，不想跟你一起被人指指点点。妈走了，你们保重。我看着那张纸条，手在抖。我妈走了，带着钱，带着房产证，带着金镯子走了，没有告别，没有回头，甚至没有说一句我爱你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我爸瘫坐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是夫妻啊，30年的夫妻啊。他怎么能丢下我跑了？我站在原地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，突然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爸，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他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我。我在想，你们俩真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真配。一个偷儿子的分数给别人，一个偷家里的钱跑路，你们俩天生一对。你闭嘴！他冲过来又要打我，我没躲。那一巴掌落在我脸上，不疼，比心里的疼轻多了。打完了？我问。他喘着粗气看着我。打完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？去找我妈。你找她干什么？我想问她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想问她，在她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是儿子，还是一个可以随时丢下的包袱？我在火车站找到了我妈，她坐在候车大厅里，面前放着一个行李箱，手里捏着一张车票，去南方的2000多公里外。她没看到我。我走过去，站在她面前。她抬起头，看到我的瞬间，脸色变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你买票用了身份证。我说我查了一下。你查我？妈，你带着家里的所有钱跑了，我查一下，不过分吧？她不说话了，低下头，捏着车票的手指在抖。妈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她没抬头。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沉默，很久的沉默。候车大厅里人来人往，广播在播报车次，小孩在哭，大人在喊，所有的声音都离我很远，我只听见我妈的呼吸声，急促混乱。思杰，她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。妈不是不爱你，那你是爱我。妈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？我笑了。妈，你带着30万跑了，你跟我说没办法？你有什么没办法的？她抬起头，眼睛红肿。你爸要坐牢了，他的工作没了，退休金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走，我留下来干什么？陪他一起还债，陪他一起被人指指点点，我凭什么？那我又凭什么？他愣住了。妈，你走之前有没有想过我？你带着钱跑了，我和爸怎么办？房贷谁还？车贷谁还？我复读的钱哪来？我上大学的钱哪来？你想过吗？你找你爸去。我爸？他马上要坐牢了，你让我找他？那你也别找我。他突然喊起来，眼泪横飞。你别找我，我养了你18年，够了。你成年了，该自己养自己了。我看着她，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女人，突然觉得她很陌生，陌生到我好像从来没见过她。妈，我说你走可以，但你把家里的钱留下，那是爸的工资，是家里的积蓄，不是你一个人的。我不留。她护住行李箱，这是我的，是我应得的。我嫁给你爸30年，伺候他30年，我拿这些钱天经地义。那我的那份呢？你的什么？我的学费，我的生活费，我的未来，你不打算管了？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妈，你走吧。他愣住了，
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走吧，钱你带走，但你要记住，你今天走了就再也别回来了。我不是你儿子，你也不是我妈，我们两清了。思杰，走啊！我吼出来，声音在候车大厅里回荡，周围的人看过来，指指点点。我妈站起来，拉着行李箱看着我，嘴唇在抖。思杰，妈对不起你。妈真的对不起你。妈，走。她转身拉着行李箱走向检票口，走了几步停下来，回头看我。我没看她，我站在原地看着地面，看着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很短，因为太阳在头顶，很热，但我浑身冰凉。广播响了，前往南方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列车开始检票了。我妈走了，拖着行李箱走进了检票口，走进了人群。我站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直到人群散去，直到候车大厅空荡荡的，我才转身走出火车站。阳光刺眼，我眯起眼睛，手机震动，是我爸。找到你妈了吗？找到了。他回来了吗？没有。他把钱带走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然后我爸哭了，哭得很厉害，像个孩子。思杰，爸对不起你，爸真的对不起你，爸不该偷你的分数，不该毁了这个家，不该让你妈走，爸错了，爸真的错了。思杰，你能原谅爸吗？我看着天，天很蓝，云很白。不能。我说，但我可以试着不恨你。电话那头我爸哭得更厉害了，我挂了电话，站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，手机又震动了。是调查组打来的，陈思杰同学，关于你被顶替一案，我们已经查实，林城的学籍将被撤销，你的名额将被恢复。另外，你父亲陈建国因涉嫌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已被立案调查，具体处理结果将在1周内公布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那就这样，挂了电话。我站在路边看着天，天很蓝，云很白，阳光很好，一切都在变好。